又到了我们听故事的时间。放下手机，闭上双眼，让声音陪你入睡。今晚我们要讲的是九子夺嫡最后，也是最辉煌的那个胜利者，后来的雍正皇帝，也就是当年的四阿哥胤禛。相比起前几个兄弟，胤禛的个人色彩极为鲜明。他被康熙评价为喜怒不定，他在野史中被塑造成冷酷无情的暴君，但在现代史学家的眼中，他却是清朝历史上最勤政、最硬核的皇帝之一。关于他如何赢得九子夺嫡，一直以来都有各种传说，什么改诏书、把食改为鱼，或者给康熙喂毒药等等。但如果你仔细看当年的真实历史，你就会发现，胤禛的胜出绝对不是靠这些宫廷阴谋，而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心理博弈、政治伪装以及对手们集体翻车的综合结果。胤禛出生于康熙17年，他的生母是后来的德妃乌雅氏，但由于乌雅氏当时位分较低，胤禛满月之后就被交给了康熙的表妹，也就是当时的贵妃，后来的佟家氏佟皇后抚养。这段成长经历对胤禛的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母不在身边，养母虽然尊贵，但终究隔了一层，这让胤禛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细腻、敏锐，甚至是有些多疑的性格。他在兄弟中不是最受宠的，也不是最显眼的。康熙对他早期的评价就是4个字：喜怒不定。这在皇家其实是很致命的评价，因为这代表着情绪控制能力差、不稳重，所以早期的胤禛在夺嫡中并不是热门人选。在废太子风波之前，胤禛一直表现得像是一个坚定的太子党。他跟太子胤禛的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在康熙第1次废太子的时候，众皇子要么落井下石，如大阿哥，要么隔岸观火，而胤禛却选择了为太子求情。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非常高明。首先，他以此向康熙展示了自己的仁义和孝悌，在老头子最心碎的时候，他表现得像个顾念兄弟情分的人。其次，他很清楚，当时康熙虽然废了太子，但心里其实还没放下，这时候求情反而能博得康熙的好感。果不其然，这次风波之后，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正式进入了核心权力圈。进入雍亲王阶段后，胤禛开启了他人生中最成功的伪装模式，那就是著名的天下第一贤人。在8阿哥胤祀忙着拉拢大臣，经营八野党，14阿哥胤支忙着在西北立战功的时候，胤禛在干什么呢？他在北京的圆明园里修身养性，他自称破尘居士，天天请喇嘛道士来谈经论道，还给自己画了很多画。画里的他要么是穿着农夫的衣服种地，要么是穿着道袍打坐，甚至还有穿着西装打猎的。他给外界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我对皇位没兴趣，我只想当个闲云野鹤，我只想做皇阿玛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种伪装在康熙晚年猜忌心理极重的情况下，简直是满分答卷。康熙最恨的就是皇子结党，而8阿哥就死在结党太明显上。反观胤禛，他看起来无党无派，他唯一的党就是康熙党。他办差的时候雷厉风行，不讲情面，比如追缴欠款这种得罪人的活，别人都不干，他干。这让康熙觉得这个儿子孤臣一个，没私心，好用且放心。但实际上，胤禛在这段时间也没闲着，他建立了一个极其精简但高效的核心团队，里面包括了川陕总督年羹尧以及负责情报和联络的隆科多。年羹尧握有兵权，扼守西北回京的咽喉，这在后来直接牵制了远在西北同样有夺嫡实力的14阿哥。而隆科多则是步军统领，手握北京城的卫戍力量，这是确保在关键时刻控制局势的关键。康熙61年11月，康熙在畅春园病逝。
在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局势其实已经非常明朗。大阿哥、二阿哥废了，三阿哥沉迷编书，8、9、10阿哥失宠，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那个远在西北，外号大将军王的老14胤之。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康熙驾崩的消息传出时，隆科多立刻封锁京城9门，严格限制进出。胤禛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并拿到了那份至今仍有争议的遗诏。雍正赢在极度的冷静和深沉，他看透了康熙晚年的疲惫和对结党的厌恶，所以他选择了以退为进。他的逆风翻盘不是偶然，而是他把自己伪装成了父亲最需要的样子。当别人都在争夺名声、争夺势力的时候，他争夺的是康熙的信任。这就是雍正，一个能在地狱难度的九子夺嫡中，靠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战略定力走到最后的人。虽然他上台后的手段极度强硬，甚至被指责残害手足，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这种狠劲和心机，他根本无法在那个血腥的皇权游戏中生存下来。雍正登基的那一刻，紫禁城的风云并未因新皇的产生而平息，反而陷入了一种更为压抑和肃杀的静默之中。对于这位长期以破陈居士自居的四阿哥来说，皇位的获取仅仅是这场漫长战争的转折点，而非终点。他深知在那份带有争议的遗诏背后，是无数双充满了质疑、嫉妒甚至仇恨的眼睛。此时的京城，虽然在隆科多的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监控下显得秩序井然，但暗地里的政治暗流却足以掀翻任何看似稳固的龙椅。胤禛坐在养心殿内，面对着康熙留下的那个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的摊子，他没有表现出胜利者的狂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残酷的理性和冷静。他首先要处理的就是那个远在西北、手握重兵的亲弟弟14阿哥胤之。胤之作为康熙晚年极为器重的大将军王，无论是在军中的威望，还是在八爷党心目中的地位，都对雍正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雍正并没有立即采取激烈的手段，而是以奔丧为名，利用皇权的合法性，迅速解除了胤之的兵权，将其召回京师。当这对同胞兄弟在灵堂前相见时，那种冰冷的对峙不仅是权力的交锋，更是多年积怨的爆发。雍正很清楚，如果不彻底瓦解以八阿哥胤祀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他的政令甚至出不了紫禁城。于是，一场表面加封，实则削权的政治大戏拉开了帷幕。他封胤祀为和硕连亲王，并让他进入总理事务大臣之列，看似委以重任，实则是将这些对手置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用繁重的政务和严苛的考核来消耗他们的精力，并寻找每一个可以利用的错处。在处理内部政敌的同时，雍正展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极度硬核的一面。他深知大清朝的根基已经因为康熙晚年的仁政而变得千疮百孔，官员们贪墨成风，国库里的银子被宗室和大臣们借之殆尽，剩下的只有一叠叠废纸般的欠条。如果说九子夺嫡是他在黑暗中的前行，那么整顿吏治就是他在烈火中的淬炼。他推行号线归公，将原本属于官员私下征收的灰色收入收归国有，再以养廉银的形式发还。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核心。他派出的田文镜、李卫等酷吏，像一把把尖刀插进了江南和中原的官场，不讲情面，不避权贵，凡是贪污挪用者一律抄家没产。这种雷霆手段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有人私下称他为抄家皇帝。然而，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让清朝的国库在短短几年内从区区几百万两白银暴涨至5000万两以上。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雍正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他编纂《大义觉迷录》，亲自下场与那些质疑他继位合法性的文人辩论，试图用严密的逻辑和证据来洗刷篡位的恶名。虽然这种做法在后世看来有些越描越黑，但在当时却反映出他那种不屑于用谎言掩盖，而是要用力量降服人心的狂傲性格。随着统治的稳固，他对昔日战友的处理也显得冷酷而果决。年羹尧在西北立下赫赫战功，却因恃宠而骄，僭越礼制，被雍正用92条大罪赐死。隆科多这位当年的救驾功臣，也因为结党营私，最终老死禁所。在雍正的字典里，没有永远的情分，只有绝对的忠诚和规矩。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知疲惫的办公机器，每天只睡4个小时，奏折上的批语往往比正文还要长，甚至会在深夜里对远方的一名小官嘘寒问暖，又在下一份奏折中对一名封疆大吏痛加责骂。他这种极其矛盾的性格，既有作为帝王的刻薄寡恩，又有作为改革者的雄才大略。他废除了贱籍制度，让那些社会底层的越户、盖户获得了平民的身份。这种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与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血腥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雍正的一生始终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中，他既要对抗那些躲在暗处的政敌，又要对抗惯性强大的官僚体制，甚至还要对抗天灾人祸和自己的身体极限。他在位仅仅13年，却完成了其他皇帝几十年都未必能完成的改革。他留给乾隆的是一个财政丰盈、边疆稳固、纲纪森严的盛世根基。当他在圆明园突然驾崩，留下无数关于被刺杀或丹药中毒的传言时，那个曾经在九子夺嫡中隐忍、蛰伏，最终爆发的四阿哥，终于完成了他作为孤臣、作为暴君，也作为一代明君的复杂使命。他的胜利不仅仅是那一个夜晚在畅春园的成功接班，更是他在之后每一个日夜里，用近乎自虐般的勤勉和铁腕，对这个庞大帝国进行的一场脱胎换骨的重塑。雍正之后，再无夺嫡之惨烈，但也少有如此纯粹而强悍的帝王意志。他用一生的逆风翻盘证明了，权力的最高境界不是杀戮，而是那种能将破碎山河重新捏合，将腐朽人心重新规整的绝对掌控力。这种力量让他即便在死后数百年，依然是史学家笔下最难以捉摸也最令人敬畏的存在。他或许不是一个仁慈的兄长，也不是一个温柔的父亲，但他绝对是一个对得起大清江山的职业皇帝，一个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用自己的脊梁抗住了帝国颓势的真正强者。在雍正那看似冷酷而紧绷的生命律动中，除了对官场疾风劲草般的整饬，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在时刻撕扯着他的灵魂。这种孤独并非来自于权力的顶端，而是来自于他作为改革者与整个士大夫阶层，甚至是与整个大清传统官场潜规则的决裂。当他在深夜的烛火下，一笔一画的在奏折上批注着那些充满了真性情，有时甚至带着些许粗鄙却极具生命力的文字时，他实际上是在与这个庞大帝国的每一个神经末梢进行着最直接的角力。他推行的摊丁入亩，不仅是一场财政制度的深刻变革，更是一场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他彻底打破了千百年来无地少地农民头上的枷锁，将赋税重心从人头转向了土地，这在本质上触动了地主阶级和读书人的根本利益。那些习惯了通过优免特权躲避国家义务的士绅们，开始在江南的烟雨中，在茶馆的耳语里，疯狂地编纂关于这位皇帝的流言蜚语，说他改诏篡位，说他逼母杀弟，说他是个被妖僧道士蛊惑的怪物。
然而，雍正对此的回应是更加铁腕的打击。他设立军机处，将原本属于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收拢，使之成为一个完全听命于皇帝个人意志的高效秘书处。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在军机处那间窄小简陋的屋子里，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飞速旋转的笔尖和通往全国各地的密折。雍正通过这套精密的情报网络，甚至能知道远在广东的一名知县在宴会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这种细致入微的掌控，让他成为了清朝历史上最累的皇帝，但也是最清醒的守望者。他深知他的每一个兄弟，那些曾经在九子夺嫡中败北却从未真正死心的对手们，都在盯着他的每一个破绽。于是他对待八爷党的手段愈发冷酷，将印寺、印堂改名为阿奇那与塞斯黑，在满语重译为猪与狗。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惩罚，不仅是为了摧毁他们的肉体，更是为了从精神上彻底否定那个曾经温润如玉、贤明远播的八贤王形象。这种决绝背后，其实隐藏着雍正对皇权稳定近乎病态的执着。他看够了父亲康熙晚年因为宽仁而导致的党争误国，所以他选择做那个背负恶名的恶人，去清理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在西北战场上，他虽然刺死了年羹尧，却从未放弃对领土的守护。他重用岳钟琪，提拔那些出身卑微但有真才实干的将领，确保了准噶尔部的威胁被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他在圆明园的湖光山色中，偶尔也会换上汉服，假装自己是一个纵情山水的隐士，但只要一回到那张堆满公文的桌前，他立刻又变成了那个目光如炬，甚至有些刻薄的审判者。他的这种勤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继位合法性的一种无声辩护。他要用整个大清的焕然一新来告诉世人，康熙没有看错人，只有他胤禛，才能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撑起这座大厦。他的一生都在与时间赛跑，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寿命并不长久，所以他要在有限的岁月里，把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陈疴顽疾通通剜掉。他废除贱籍，让那些社会最底层的越户、盖户、堕民从此挺起胸膛做人。这种甚至带有现代气息的民本思想，却是在一个最专制的皇帝手中实现的。这种奇妙的悖论构成了雍正人格中最迷人也最复杂的部分。到了雍正晚年，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对朝政的掌控从未松动。他甚至在病榻上还在忧虑着关于秘密立储制度的完善，那是他为了避免子孙后代重演九子夺嫡惨剧而留下的最后一道政治保险。他将乾隆的名字写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一举措从根本上终结了公开立储带来的党争风险，为清朝中期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石。当他在雍正13年的那个秋夜溘然长逝时，他留下的是一个吏治清明、户部银库充盈到溢出、社会秩序前所未有严整的国家。他的一生是从冷宫边缘的边缘皇子到帝国巅峰的奋斗史，是一场长达50余年的孤独远征。他没有康熙的雄才大略与儒雅宽厚，也没有乾隆的挥金如土与风流自得，他有的只是像铁一样的意志和像火一样的决绝。他用自己的刻薄换来了百姓的温饱，用自己的寡恩换来了国家的法度。在那长长的历史画卷中，雍正始终是一个背对着喧嚣众生，独自走向深渊，又从深渊中拖出整个帝国的逆行者。他的名字或许永远伴随着血腥与阴谋的争议，但在那些冷冰冰的财政数据，那些翻新了的治水堤坝，那些重获自由的贱民档案中，却清晰地镌刻着他作为一代雄主的真实心跳。他赢了九子夺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真正赢下的是那一整个时代对软弱和腐朽的妥协。当乾隆接过那个金灿灿的盛世时，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在那短短的13年里，曾有一个人如何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硬生生地给大清朝续命了上百年。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充满了悲剧色彩却又激荡人心的壮丽史诗。在雍正统治的中后期，这种近乎自虐的勤勉并未因政权的稳固而消减，反而演变成了一种对帝国肌理进行微创手术般的极致追求。他像是一个孤独的巡夜人，提着那盏写有公正二字的孤灯，在满朝文武的伪装与苟且中反复穿行。他深知九子夺嫡的胜利只是让他拿到了手术刀，而真正的考验是如何在不触动大动脉的前提下，剔除深植于大清骨髓里的腐肉。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禁区的田赋与人头税，推行了那场足以让地主乡绅站立的摊丁入亩。这项改革的逻辑极度硬核且充满了朴素的正义感。既然土地是财富的源泉，那么赋税就理应由占有土地的人来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流离失所的赤贫农户去分摊那沉重的人头税。这一刀下去，砍断的是千年以来优免特权的根基。那些往日里摇着折扇口诵圣贤书的读书人，发现自己竟然要和泥腿子一样按田亩奈粮，于是笔杆子成了他们反击的武器。各种关于雍正刻薄、篡位甚至荒淫的流言在江南的酒肆中疯传。然而雍正的回应极具个人特色，他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令人窒息的折磨，那就是他在《大议觉迷录》中展现出来的辩论欲。他不但要把这些造谣者抓起来，还要逐条批驳他们的谎言，甚至命令全国各地的官员在相约讲座中宣讲这份皇帝的自辩书。这种行为在后世看来或许有些偏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孤独的帝王在试图向全世界剖析自己的赤诚与辛劳。他在文字狱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深层次的恐惧，他恐惧自己辛苦建立的纲纪被这些文人的口水淹没，恐惧那个被他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的大清再次陷入康熙晚年的颓丧。与此同时，他与李卫、田文镜等人的君臣关系构成了清代政治史上最奇特的一幕。李卫这个不学无术甚至有些流氓气的官员，之所以能被雍正宠信至极，正是因为李卫身上那股子不讲情面、敢于捅马蜂窝的狠劲，这与雍正内心的孤臣属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在密折里的对话，有时像父子，有时像战友，甚至带着一种男人之间惺惺相惜的草莽气。雍正会在批语里直白地告诉李卫，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若能感化，朕之福也。这种撕掉帝王神秘面纱的真性情，是他对抗官场伪善最坚硬的铠甲。但在对待昔日同胞兄弟时，他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如表面那般铁石心肠？历史的阴影里，或许藏着他无数次在养心殿深夜徘徊的身影。他将胤祀、胤堂囚禁并折磨致死，不仅仅是因为私怨，更因为只要这些象征着贤明的王爷活着，朝廷里那些想走回头路、想重新回到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腐败温床的官员们，就永远有个精神图腾。他必须亲手粉碎这个图腾，哪怕为此背上千古骂名。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雍正的身体在密不透风的政务压力和长期服用所谓济济丹的副作用下迅速垮掉。他的眼窝凹陷，但那双锐利的眼睛依然能从千里之外寄来的密折中嗅出贪腐的味道。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停留在圆明园，那里有他亲自设计的农田，有他寄托哀思的佛堂。
在那些安静的午后，他或许会想起当年在畅春园，康熙第一次带他去见那个如玉般的孙子弘历时的情景。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温情的时刻，也是他所有狠辣、所有隐忍、所有抄家灭族行为的终极动力。他要给那个他选定的接班人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粮仓满溢、不再有兄弟相残可能的太平盛世。他发明了秘密立储，用一张藏在匾额后的黄纸，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立储风波。这不仅是政治智慧，更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沉的保护。当雍正13年的钟声响起，这位像机器一样运转了13年的皇帝终于走到了终点。他在病榻上没有留下太多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对魏晋事业的执念。他死后，乾隆迅速撤换了他的宠臣，废止了他的部分严苛政策，甚至销毁了大义觉迷录，试图做一个像祖父那样宽仁的明君。然而，正是雍正这13年里的苦心孤诣，当恶人背黑锅，才给了乾隆肆意挥霍、自诩实权老人的资本。没有雍正对国库的开源节流，乾隆的南巡只会是亡国的先兆。没有雍正对吏治的铁腕清洗，乾隆朝的贪官污吏早就把江山蛀空。雍正的一生是真正的胜利者的一生，但这种胜利不是金戈铁马的快意，而是守着孤灯，握着朱笔，在流言蜚语中独自扛起一个腐朽帝国缓慢前行的孤勇。他赢了九子夺嫡，却输掉了自己的名声和安逸。他用一个人的孤独和刻薄，换来了整个清朝最清明的盛世曙光。这种逆风翻盘，不仅仅是从皇子到皇帝的位移，更是一个普通灵魂在绝对权力面前，为了某种政治理想而进行的自我祭献。当后世的史书翻过那一页页血泪交织的记载，人们最终会发现，在那个冷酷的面具下，跳动着的是一颗为了这个国家不眠不休的赤诚之心。在雍正步入统治终章的岁月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孤独感与对帝国秩序的近乎强迫症式的维护，已经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巅峰。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统治者，更像是一个将自己的血肉与大清律法、财政报表、边防余图彻底缝合在一起的苦行僧。当他在圆明园的深宫中忍受着由于长期服用含有铅汞等重金属的丹药而导致的燥热与眩晕时，他依然拒绝放下手中那支朱笔，因为他深知，一旦他合上眼帘，那些被他用高压手段暂时设伏的官僚集团，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重新卷入贪腐与推诿的旧梦。他在这最后的时光里，不仅是在与政敌斗争，更是在与一种延续千年的官场惯性进行着一场注定无法全胜的肉搏。他推行的改土归流，在云贵川广的崇山峻岭间，将那些世代割据、形同土皇帝的土司势力连根拔起，代之以朝廷委派、任期流动的流官。这项政策的酷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摊丁入亩，他留下的鲜血染红了西南的溪水，但雍正的眼神从未有过半分犹疑，因为他看到的是大一统帝国的行政触角终于可以穿过层峦叠嶂，直接抚摸到那些曾被遗忘的子民。他在处理这种宏大叙事时，展现出了一种近乎神性的冷酷。他可以为了万世的太平而不在乎一代人的阵痛，这种价值观让他与那些崇尚无为而治的传统文臣彻底决裂。与此同时，雍正对自己接班人弘历的培养也进入了一种极度细腻且充满危机感的阶段。他深知自己这13年的铁腕统治虽然重塑了江山，但也结下了太多的仇家。那些被他抄家的豪强，被他羞辱的宗室，被他夺走特权的士绅，都在暗处磨刀霍刀，等待着新皇登基时的权力缝隙。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让弘历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礼贤下士的姿态，
他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刻薄来反衬儿子的宽仁。这种战术上的自我牺牲，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付。他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所有的脏活、累活、得罪人的活通通干完，把所有的荆棘都用自己的双手拔除，哪怕双手鲜血淋漓，也要给后辈留下一条平坦的金砖大道。这种心思在九子夺嫡那种残酷背景下生长出来，带着一种令人动容的悲凉。他不仅赢得了皇位，更要让这个皇位在自己这一脉中永恒的稳固下去。到了雍正13年的那个深夜，当他在圆明园的寝宫中突然陷入最后的昏迷，整个大清朝的齿轮仿佛瞬间失去了润滑。关于他的死因，无论是民间流传的被吕四娘飞剑取头，还是现代医学推测的过劳导致的中风或是丹药中毒，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实：这个男人把自己活活耗尽了。他在位的时间只有康熙的1/4，但他批阅的奏折字数却超过了康熙一生的总和。他在这13年里完成的社会转型，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过了顺治与康熙两朝的累加。他死后的那一刻，京城的空气中不仅有哀痛，更多的是一种由于长期紧绷而突然松弛后的虚脱感。乾隆登基后，迅速展现出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统治风格。他大赦天下，为那些被雍正定性的罪臣平反，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地废除了雍正最引以为傲的一些严苛考成法。这种拨乱反正在当时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欢呼，人们赞颂乾隆是重回康熙盛世的明君，而将雍正那13年视为一段充满了严霜酷暑的插曲。然而，历史的审判往往在100年之后才显现出它的公正。乾隆朝那所谓的十全武功与天朝上国的虚幻荣光，如果没有雍正留下的那5000万两白银的家底，如果没有雍正打下的那套高效廉洁的行政骨架，根本就是空中楼阁。雍正像是一个在暴风雨前夕拼命加固大坝的修筑者，他被泥水溅满全身，被旁观者指责姿势不雅、性格暴戾，但他加固的那座大坝确实硬生生的为清王朝抵挡了接下来近100年的腐朽与侵蚀。他的人生从那场惊心动魄的九子夺嫡开始，以一种近乎自毁式的勤政结束。他是一个真正看透了权力真相的人，权力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改造世界的刑具。而他自己既是施行者，也是那个被权力的重担锁死在龙椅上的囚徒。他赢了兄弟，赢了时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赢了历史，因为即便后世对他评价毁誉参半，却无人能否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冷面、勤奋，甚至有些神经质的四阿哥，中国最后的封建盛世才有了最坚硬的内核。他的一生是胜利者的逆风翻盘，更是孤独者的负重远征。在紫禁城那重重叠叠的红墙之下，雍正的灵魂始终像是一道冷峻的闪电，划破了晚明以来那股颓废平庸的迷雾，留下了足以让后人反复研读却永远无法复制的强悍背影。在雍正帝那最后几年的生命底色里，除了这种对改革近乎疯狂的偏执，还存在着一种对正大光明这4个字近乎强迫症式的维护与自辩。他的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不是史书缝隙里那个阴谋夺位的野心家，而是一个临危受命、为万民续命的真命天子。他晚年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对全国局势的感知灵敏的像是一只蛰伏在密林深处的猎豹，任何一丝官场上的微风草动都能引起他朱批下的雷霆万钧。他推行的号县归公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项政策不仅仅是把官员手中的灰色银子收回来，更是在重新定义皇权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分赃规则。他要让天下的官员明白，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的，
你一毫一厘也别想从百姓身上压榨。这种做法让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他晚年的御书房里，除了那个始终沉默寡言、唯命是从的13弟允祥能让他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情，其余的人在他眼中都像是戴着假面的博弈者。当允祥撒手人寰时，雍正那种发自肺腑的悲痛，其实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点情感联系的断裂。他不仅是在哭那个最忠诚的助手，更是在哭那个在冰冷的皇权斗争中唯一能看穿他孤独灵魂的人。此后的雍正变得更加莫测，他开始在圆明园里大量接见道士，试图通过那些神秘的拱拱牵牵来延缓自己已经千疮百孔的躯体，但这并非为了长生不老的私欲，而是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布下的这些改革棋局，如果没有他这个执旗人日复一日的强力维系，很快就会被那些心怀鬼胎的守旧势力付之一炬。他与这些守旧势力的对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那些流言蜚语并没有因为他的自辩而消停，反而像野草一样在民间疯长，甚至有人说他为了灭口而秘密训练了一支血滴子暗杀团。这些充满了志怪色彩的传说，实际上是民间社会对他那种铁腕治理的一种潜意识恐惧和妖魔化。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冷酷的符号，活成了一把悬在所有贪官污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统治进入最后的1000天，雍正的行政风格愈发显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壮。他甚至开始介入到那些极其微小的民生事务中，大到黄河的治理、边疆的屯田，小到某地的一种特产税收，他都要亲自在折子上写下成百上千字的批语。这种精力的投入是极其惊人的，他仿佛要把自己化作千手观音，去缝合这个庞大帝国每一个可能漏风的漏洞。他在秘密立储这件事上的深思熟虑，更是展现了他对皇权连续性的一种神性预见。他深知公开立储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投机者，形成新的党争，所以他选择了这种沉默的过渡。这种沉默是他给乾隆留下的最厚实的政治防弹衣。他在那间狭窄的养心殿勤政亲贤殿内，对着那一盏孤灯，或许曾无数次反思过自己这一生。从康熙朝那个默默无闻，甚至有些阴沉的四阿哥，到那个为了国家财政不惜背负抄家皇帝恶名的君主，他的一生没有一刻是为自己而活的。他那种逆风翻盘的胜利，从来不是为了享受权力的甘甜，而是为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硬生生地把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推向一个更高的山峰。他在处理曾静投书案时的那种做法，至今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没有简单的杀头了事，而是写下了那部旷世奇书《大义觉迷录》。他要把真相和自己的逻辑直接摊在天下读书人的面前，这种坦荡到近乎偏执的行为，是他作为一个孤独改革者最后的骄傲。他想说的是，朕或许不是一个仁慈的兄弟，但朕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朕的汗水洒在了大清的每一寸土地上，朕的朱砂痕迹刻在了每一个贪官的梦魇里。当那最后的一刻突然降临时，雍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慌，他仿佛已经预感到了这种结局。他在那个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里，在那些他亲手栽种的农作物旁，静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死后的那一刻，京城的钟声响起，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神话的诞生。他在位虽然只有13年，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却支撑了清朝随后100年的基本盘。他那种以勤补拙、以严治乱、以实必虚的政治哲学，成为了后世所有想有所作为的统治者的必修课。乾隆登基后的那种宽仁，如果没有雍正这一场大雪过后的清冷与严整，根本无法长久。雍正就像是那场大雪，
他冻死了所有的害虫，虽然让那些依附于旧体制的人感到寒冷彻骨，却也让来年的土地变得前所未有的肥沃。他的一生是从阴影中走向光明，又在光明的巅峰处选择把自己烧成灰烬，去照亮那个他深爱的却又始终不理解他的帝国。这种胜利是苍凉的，是厚重的，是那种属于真正硬核男人的，不需要旁人理解的英雄主义。他赢了九子夺嫡，他赢了天下官员，他甚至赢了时间。因为即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谈起大清朝最硬核、最敢干、最让人心生敬畏的皇帝时，那个穿着朴素、眼神锐利、披折子到深夜的四阿哥胤禛，永远是那个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坐标。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逆风翻盘，不是靠阴谋诡计的取巧，而是靠那种能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的，对某种理想近乎宗教般的执着与守护。雍正的一生就此定格，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深沉的背影，和那一张张被朱砂浸透的奏折。在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孤独灵魂的跳动。那是一个皇帝对一个时代最深情的表白，也是一个强者对命运最决绝的回应。在雍正帝那最后几年的统治余晖中，这种对他个人意志的极致贯彻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关乎大清国本的宏大实验。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修补匠，而是试图通过对行政逻辑的彻底重组，来对抗那个逐渐走向僵化的官僚体系。他在圆明园的深宫内，虽然身体被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所透支，但他的大脑依然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不知疲惫地处理着来自帝国边陲的每一条细微情报。他深知九子夺嫡的硝烟虽散，但那种宗室与权臣结党的隐患并未根除，于是他将密折制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制度不仅是他掌握官场的眼睛，更是他与地方官员进行灵魂博弈的刑场。在那一张张带有皇帝朱批的纸张上，雍正不仅是君主，更是一位严苛的导师，一个多疑的裁判，甚至是地方官员们午夜梦回时最深层的恐惧来源。他经常在批语中冷嘲热讽，拆穿官员们在奏折里玩弄的文字游戏。这种直接且不留情面的交互方式，硬生生的在原本虚伪客套的官僚文化中撕开了一道口子，逼迫着那些习惯了因循守旧的大臣们不得不展现出最真实也最战战兢兢的行政效能。他的人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他在晚年甚至开始对那些最受宠信的重臣也保持着一种冷静的审视。比如他对待李卫和田文镜的宽容，本质上是因为这两个人能像他的影子一样，去触碰那些名门望族不敢触碰的利益禁区，去执行那些会让普通人身败名裂的铁腕政策。这种用人哲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孤臣色彩，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然后在这座孤岛上指挥着千军万马去攻克那些延续了千年的社会陈疴。随着他的生命逐渐走向终点，雍正对死后名声的在意与对现实权力的掌控达到了一种奇妙的统一。他一方面在大义绝迷录中近乎自毁地袒露心路，另一方面却在秘密立储的匣子里封印了帝国未来的命运。他知道自己这13年做得太绝、太狠、太不近人情，但他更清楚，如果他不替弘历背上这些骂名，如果他不把那些吸食帝国血液的寄生虫铲除殆尽，那么康熙留下的这份家业极有可能会在他死后的几十年内崩塌。这种超越了个人荣辱的政治自觉，让他即便在面对那些关于他弑父、夺嫡、贪酷的咒骂时，也能保持一种近乎神圣的轻蔑。他甚至在晚年迷恋丹药的过程中，也带有一种实验性的决绝。他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持自己逐渐衰竭的精力，
好让自己能在那个堆满公文的案头前再多撑一个日夜。他深知他的生命每一秒钟的延长，都意味着大清朝的吏治能多一分清明，意味着国库里的银子能多1万两的积累。他与时间的赛跑是悲壮的，在圆明园那些精巧的建筑间，这位身穿道袍、眼窝深陷的皇帝，时常会对着落日长久的伫立。他看到的或许不是美景，而是那个被他从深渊边缘硬生生拽回来的庞大帝国，是否能在下一个轮回中继续生存下去。到了雍正13年的深秋，当那阵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他最后的一丝力气时，这位一生都在逆风翻盘的强者，终于在一种极度的静谧中放下了他那支已经磨损了无数次的朱笔。他的离去没有康熙驾崩时的那种漫长告别，更像是一台运行到极致的机器突然断电，留给世界一个错愕而复杂的背影。乾隆登基后的改弦更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雍正统治时期的那种严酷色彩，但也从侧面证明了雍正这13年作为恶人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他的严霜，才有了后来的春花。雍正这一生，从那个被康熙冷落、被兄弟排挤的四阿哥，到那个让全天下贪官胆寒、让亿万百姓受惠于摊丁入亩的孤傲帝王，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自我祭献，完成了对皇权的重塑。他赢了，不是赢在权术的精巧，而是赢在那种能把自己的灵魂和国家的前途彻底捆绑在一起的宏大气魄。他的一生告诉后人，权力的真谛不在于享受，而在于那种能在流言蜚语中独自扛起江山前行的责任，那种即便被全世界误解，也要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强悍定力。在历史的长河中，雍正始终是一座孤独的丰碑，他拒绝了温情，拒绝了名声，最终换取了清王朝最真实、最深沉的一段辉煌。这种翻盘是跨越生死的胜利，是那种属于真正政治硬核派的最高礼赞。在雍正帝最后的政治生涯中，这种近乎神格化的自我要求与对帝国微观治理的痴迷，已经达到了一种与世俗彻底隔绝的境地。他不再是一个生活在宫廷礼仪中的皇帝，而是一个将整个国家实验室化的疯魔导师。他深知九子夺嫡留给他的不仅是皇位，更是一份关于人性之恶的终极答卷，所以他必须用一种超越常理的严苛来填平那些由贪婪与平庸挖掘出的深坑。在推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最后阶段，这位老人的孤独感达到了顶峰。他面对的不仅是田间地头的阻力，更是整个读书人阶层集体意志的软抵抗。那些在孔庙前静坐，在县衙外鼓噪的声援，试图用传承1000年的明教特权来挑战他的皇权底线。雍正的回应极具他的个人烙印，他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在密折中告诉那些动摇的地方官，如果因为害怕得罪读书人而让百姓多交1文钱，那便是对天职的背叛。他这种不惜与天下精英阶层为敌的决绝，本质上是他作为胜利者对宫廷的一种近乎偏执的补偿。他既然在权力的修罗场中逆风翻盘，就绝不允许这个国家在平庸的温水中继续腐烂。他在圆明园的每一次漫步，其实都在脑海中演练着未来100年的帝国走向。他甚至开始对文字本身产生了某种近乎宗教式的警觉。他深知笔尖下流出的不仅是诗词歌赋，更可能是动摇国本的流毒，所以他用那些冷峻的文字狱，像修剪盆景一样修剪着文人的脊梁，试图让他们明白，所有的才华都必须服务于大清的纲纪。这种极度的高压虽然让当时的社会空气变得冷冽而肃杀，却也意外地催生出了一套极度高效且不容沙子的行政机器。雍正晚年的吏治被史家公认为封建时代的巅峰，那种只要圣旨一下，
万里之外莫不震悚的执行力，是他留给后世最隐秘也最强大的遗产。然而，这种强度的治理对人体的损耗是毁灭性的。在雍正13年的夏天，京城的酷热让这位本就依赖丹药维系精力的帝王陷入了最后的人天交战。他在养心殿的屏风后，看着那些被朱砂染红的奏折，或许会想起自己那个被废黜的哥哥胤禛，想起那个被幽禁致死的八弟胤祀。他那一刻的内心是否曾有过一丝对亲情的渴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留下的密旨中可以看到，他最担心的依然是弘历是否能守住这份沉甸甸的家当。他这种对未来的焦虑，促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对军机处的制度进行最后的加固。他要确保，哪怕新皇平庸，这套机器也能靠着惯性保护国家，不至于瞬间失速。当那个最终的时刻在圆明园的深夜降临时，雍正甚至没有留下长篇大论的遗诏，他只是平静地走向了那个他为之操劳了一辈子的终点，仿佛一个完成了一场极限马拉松的运动员，在跨过终点线的瞬间便耗尽了最后一丝生命力。乾隆登基后的改弦更张，虽然让那些压抑了13年的旧势力得到了喘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抹黑了雍正的刻薄，但正是这种刻薄，为乾隆朝的繁荣提供了最扎实的物理基础。没有雍正对西南土司的彻底清洗，就没有乾隆朝疆域的稳固；没有雍正对江浙粮仓的严密监控，就没有乾隆朝南巡时的万国来朝。雍正的一生是用一己之恶换天下之善，用一己之孤独换万世之太平。他那种从逆境中破茧而出的狠辣，是他对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认知。他赢了那场九子夺嫡，是因为他比所有兄弟都更早地看透了权力的枷锁。他也赢了那个时代，因为他用13年的时间强行扭转了清王朝走向衰败的历史轨迹。在紫禁城那漫长的影子中，雍正始终像是一道永不熄灭的冷焰。他不需要旁人的理解与赞美，他只需要那个被他亲手锻造的帝国在历史的洪流中站稳脚跟。这种翻盘后的守成，其实是另一种更高层面的进攻。他用朱砂笔在大清的版图上勾勒出了一个强悍而清醒的时代轮廓。即便在他死后数百年，当我们回望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依然能在那重重宫墙之后，感受到那个穿着朴素、目光如炬，甚至带着些许丹药气息的四阿哥，如何以一种近乎神圣的疲惫，独自对抗着整个时代的平庸与黑暗。他的一生是真正的强者对命运最极致的征服，是一个孤独的君王对这片土地最深沉也最残酷的告白。这种胜利是血色的，是孤独的，但也是永恒的。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丰盈的国库，更是一种关于效率与责任的政治模范。这种模范在后来的100年间不断被提起，每当帝国陷入危机，后人们总会想起那个在养心殿枯坐到黎明的身影。雍正用他的13年证明了，历史的走向往往取决于那个最能忍受孤独、最敢于做恶人的少数派。他的逆风翻盘，不仅仅是皇位的获取，更是对皇帝这个职业最硬核的一次定义。他在岁月的尽头，与那些曾经的敌手在史书中汇合，而他那道冷冽的光芒，终究穿透了所有的流言蜚语，成为了清朝历史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笔。在雍正帝步入人生最后2年的深秋时节，这种对帝王权柄的病态执着与对国家未来的忧患意识，已经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他彻底禁锢在那个名为权力的囚笼之中。他的一生都在逆风中行走，从夺嫡时期的韬光养晦到登基后的四面出击，他从未有过一刻真正的松弛。而这种长期的紧绷感，在生命垂危之际，反而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神性的清醒。他在圆明园的勤政殿内，
看着窗外那逐渐凋零的荷塘，心中所想的绝非文人墨客眼中的残缺之美，而是全国各地仓储的盈亏，河道的疏浚，以及那些被他强行推入深水区的改革，是否会因为他的衰老而中途夭折。他深知自己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更是这个巨大复杂机器唯一的维护者与推进器。为了对抗那些躲在阴影里等待他咽气后便要疯狂反扑的守旧势力，雍正开始在最后的时光里进行一场最后的情报战与心理战。他不仅通过密折制度对各级官员进行最后的体检，更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在与皇子弘历的谈话中拨开了皇权的血腥内核。他告诉这个未来的接班人，帝王之爱不是对臣下的温情脉脉，而是对纲纪的绝对捍卫。他甚至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反面教材，让弘历看到一个为了帝国利刃而磨平了个人感情的冷面皇帝是如何在孤独中腐烂的。这种托付充满了悲剧色彩，因为他知道弘历登基后一定会寻求某种形式的平反来缓和社会压力，而他作为父亲，心甘情愿地成为那一块铺路石，让所有的骂名随他入土，让所有的红利留给子孙。就在这种极度的自我牺牲与算计中，雍正的身体终于发出了崩裂的声响。那种长期由谦恭和极度焦虑维持的虚假活力，在一次普通的风寒之后迅速崩塌。然而，即便是在病榻上，他依然展现出了那种令人胆寒的控制欲。他拒绝了御医那中庸的药方，反而迷恋于那些能够瞬间提振精神的虎狼之药，仿佛只要他的大脑还能运转，这个国家就不会偏离航向。他在那些最后的朱批里，字迹已经开始颤抖，但语气依然冷硬如铁。他甚至还在关心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知县是否在处理丁税时克扣了分毫。这种对细节的偏执，其实是他对正大光明这4个字最后的守护。他要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天下的官员，只要朕还有一口气在，你们就别想回到康熙晚年那种醉生梦死的旧梦里去。在那些昏暗的夜晚，当整个紫禁城都沉浸在某种不安的寂静中时，圆明园里的灯火却始终彻夜不息。那是雍正在与自己的寿命进行最后的博弈。他甚至在生命最后的一刻，还在通过军机处下达关于边疆屯田的最后指令。这种直到死亡前1秒仍在办公的行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他不是在留恋权力，而是在敬畏责任。这种责任感沉重到让他无法像一个普通老人那样安详的辞世。当雍正13年的最后一道阳光消失在红墙之外，这位一生都在逆风翻盘，一生都在与平庸和腐败做斗争的孤臣皇帝，终于在一种极度压抑的静默中迎来了他的终局。关于他驾崩的传言，无论是血滴子的反噬还是丹药的爆发，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都显得那样苍白。他留给乾隆的是一个财政储备空前丰厚、吏治清明到极致、边疆版图稳固如山的强大帝国。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套已经完全成熟且能自我运转的官僚考成体系。乾隆登基后所展现出的那种所谓的宽仁，如果没有雍正这13年的铁腕作为地基，只会演变成另一场像明朝末年那样的士大夫夺权运动。雍正的一生是真正的胜利者的一生，但他胜在了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孤独与痛苦之上。他用13年的时间，强行给大清王朝注入了一剂猛药。虽然这剂猛药让帝国感到了剧痛，却也硬生生的让他在衰败的边缘重新焕发了100年的生机。他是一个孤独的破局者，他在那场九子夺嫡的权力游戏中活到了最后，却也让自己成为了那个游戏规则中最冷酷的守护者。
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雍正始终是一个背对着众生的身影，他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流言蜚语的尖刺上，却从未有过片刻的迟疑。这种逆风翻盘后的长途跋涉，是一个男人对国家最深沉的交代，也是一个灵魂对皇权最决绝的献祭。他赢了历史，因为即便后世再如何诋毁他的性格，也无法抹杀他作为一代明君在公理与正义上的卓著功勋。雍正的一生就此在史册中定格，那是一道冷峻而高远的风景，让每一个试图窥探皇权真相的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敬畏。他不仅是一个赢了兄弟的皇子，更是一个赢了时代的伟人。他用一生的辛劳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摧毁敌人，而是能在这个充满了妥协和腐烂的世界里，硬生生地开辟出一条通往清明与强盛的血路。直到今日，当我们谈起那位在养心殿枯坐，在密折里咆哮，在流言中挺立的雍正皇帝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跨越100年的强悍生命力。那是一个真正逆风翻盘者留给这个世界最不朽的余响。在雍正帝那步入人生暮年的最后时光里，这种对他个人意志的极致贯彻与对帝国秩序的病态守护，已经演化成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自我献祭。他不仅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最高统治者，更是一个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将整个人性中趋向腐朽的本能彻底镇压的执剑人。他在圆明园的深宫内，虽然身体已被重金属毒素和无穷无尽的政务折磨得形销骨立，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呈现出一种极为诡异的亢奋，那种在九子夺嫡时期磨砺出来的对每一个权力细节的敏锐触觉，在生命最后的余晖中反而变得更加锋利，甚至带有一种审判者的严酷。他深知自己留下的这个帝国虽然国库丰盈，吏治清明，但那只是他用高压手段强行维持的表象，在那层薄薄的严整之下，依旧潜伏着无数想要回归康熙时代那种慵懒与贪婪的旧势力。于是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将密折制度运用到了极致，那不仅仅是情报的搜集，更是一场覆盖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心理战。他通过那些朱批，与远在天边的知县谈论农桑，与镇守边疆的将军谈论忠义，这种细致入微的掌控感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只要他还在呼吸，这个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齿轮就必须按照他的逻辑精准运转。雍正的一生是极度孤独的，这种孤独在晚年演变成了一种对名的疯狂在意与对实的近乎迷信的偏执。他不仅在文字狱中剔除那些动摇国本的思想火种，更在《大义觉迷录》中以一种近乎赤裸的姿态向天下人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这种行为在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他太想赢了，他不仅要赢下那场夺嫡的赌局，还要赢下身后千载的评价。他要让后世的人看清楚，这个被他们唾骂刻薄、残忍、篡位的皇帝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的寿命为代价，在废墟上重建了清王朝的财政与纲纪。他在圆明园里修建的那片微型农田，是他内心深处最后一点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他穿着农夫的衣服亲自耕作，绝非康熙那种带有表演性质的亲耕，而是一种对土地与赋税逻辑的深度沉思。他要从泥土的味道里去验证摊丁入亩的成效，去感知那些沉默的黎民百姓是否真的因为他的改革而获得了一丝喘息。这种对底层的悲悯与对上层的残酷，构成了雍正性格中最令人震撼的悖论。他可以为了给一个蒙冤的佃农平反而将一名2品大员抄家灭产，这种不讲情面的公平，是他对抗腐朽官僚体系最强有力的武器。到了雍正13年的那个夏天，那种宿命般的终结感已经浓烈到无法排解。他在病榻上依然拒绝放下那支朱笔，
因为他知道他留给弘历的时间虽然充裕，但留给这个国家转型的时间却不多了。他在最后的朱批里，字迹已经开始涣散，但语气依然冷硬如初。他甚至还在关心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水利工程是否因为官员的懈怠而延误了工期。这种直到生命最后一秒仍在燃烧自己的责任感，让他成为了清朝历史上最纯粹的职业皇帝。他死后的那一刻，京城的钟声响起，那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神话的诞生。他在位虽然只有13年，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却支撑了清朝随后100年的基本盘。他那种以勤补拙、以严治乱、以时必须的政治哲学，成为了后世所有想有所作为的统治者的必修课。乾隆登基后的那种宽仁，如果没有雍正这一场大雪过后的清冷与严整，根本无法长久。雍正就像是那场大雪，他冻死了所有的害虫，虽然让那些依附于旧体制的人感到寒冷彻骨，却也让来年的土地变得前所未有的肥沃。他的一生是从阴影中走向光明，又在光明的巅峰处选择把自己烧成灰烬，去照亮那个他深爱的却又始终不理解他的帝国。这种胜利是苍凉的，是厚重的，是那种属于真正硬核男子的，不需要旁人理解的英雄主义。他赢了九子夺嫡，他赢了天下官员，他甚至赢了时间。因为即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谈起大清朝最硬核、最敢干、最让人心生敬畏的皇帝时，那个穿着朴素、眼神锐利、披折子到深夜的四阿哥胤禛，永远是那个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坐标。他用自己的刻薄换来了百姓的温饱，用自己的寡恩换来了国家的法度。在那长长的历史画卷中，雍正始终是一个背对着喧嚣众生，独自走向深渊，又从深渊中拖出整个帝国的逆行者。他的名字或许永远伴随着血腥与阴谋的争议，但在那些冷冰冰的财政数据，那些翻新了的治水堤坝，那些重获自由的贱民档案中，却清晰地镌刻着他作为一代雄主的真实心跳。他赢了九子夺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他真正赢下的是那一整个时代对软弱和腐朽的妥协。当乾隆接过那个金灿灿的盛世时，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在那短短的13年里，曾有一个人如何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硬生生地给大清朝续命了上百年。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充满了悲剧色彩却又激荡人心的壮丽史诗。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终会发现，雍正的冷酷是对社会正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深情。他不需要名垂青史的颂歌，他只需要在他死后，大清的每一个粮仓依然是满的，每一个官员依然是畏惧法律的，每一个农民依然是能守住自己那1亩3分地的。他在圆明园最后一次闭上眼睛时，或许看到的是一个他亲手修剪的整整齐齐的锦绣江山，虽然少了几分康熙时代的灵动与乾隆时代的浮华，却多了几分铁与血凝结出来的刚健。这种刚健是一个民族在衰败前夕最后的抗争，也是一个胜利者对他所守护的文明最深沉的致敬。雍正的一生就是一场长达50余年的孤独远征，他从那个无人看好的冷门阿哥，活成了这个帝国最不可或缺的灵魂。他用自己的脊梁抗住了大清朝下坠的惯性。这种逆风翻盘，不仅仅是从皇子到皇帝的位移，更是一个普通灵魂在绝对权力面前，为了某种政治理想而进行的自我祭献。在那厚厚的史册里，雍正的朱红批注依然鲜艳如昨，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真实、最炽热的生命印记，也是他作为九子夺嫡终极胜出者，对权力、对国家、对命运给出的最后答案。在这个答案里，没有温情脉脉的谎言，只有冷峻如铁的真相，那便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守护那一点点他认为正确的微光。雍正的故事到此已然不仅仅是历史，它更像是一种关于职业精神、责任感与自我超越的终极隐喻。